有缘人，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前世记忆你并没有遗忘，它们通常会以下几种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首先是很多人都曾经体验过的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说你某天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你就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感觉自己好像以前来过这儿似的，甚至还会情不自禁地流眼泪。我之前就做过一个催眠的个案，这个女孩跟我说，她第一次去西藏布达拉宫的时候，正准备往那个台阶走的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一瞬间情绪变得异常的强烈，她自己都很诧异，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在她的那次催眠当中，我们就看到她某一世就是布达拉宫的僧人，在那一世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那里，那个台阶是她每天的必经之路，在那一生中她来来回回都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当她今生再次踏上那个台阶的一瞬间，时空似乎以某种方式接通了，让她能够触摸到曾经的记忆。其实这种感觉不一定是对某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对某种物品或者某个文明产生一种强烈的连接感。之前就有一个个案，他就是对三星堆的某些文物情有独钟，哪怕是看看那些文物的照片，他在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还有一些人对亚特兰蒂斯文明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总是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信息所吸引。这种强烈的感受往往说明你跟这个地方或者某个文明有着某种深厚的联系。第二种情况跟刚刚说的正好相反，就是你会很害怕某种东西，或者害怕去一个地方。这种恐惧他在生活里找不到任何的现实理由，就是没来由的害怕。比如在布莱恩·魏斯博士的《前世今生》这本书里提到了凯瑟琳这个个案，她从小就对谁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甚至经常会梦到自己溺水的场景，但是她在现实生活里从来没有因为水受到过什么伤害。通过催眠回溯发现，他前世就是死于溺水，而且在死亡之前经历了巨大的挣扎和痛苦。这种死于溺水的强烈恐惧感被带入了今生。在朵罗利斯的书里也提到过一些个案，他们非常害怕一些地方，尽管他们从来都没有去过。通过回溯发现，那些地方正是他们前世遭遇暴力、被谋害的地方。这种痛苦和创伤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被遗留在了记忆的最深处，以至于影响了今生的情感和行为。第三种情况就是你会对某些人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比如说你跟对方见的第一面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好像你们已经认识了很久，而且相处起来非常的轻松自在，甚至在一些很小的细节上面都很默契。我有个朋友就跟我分享过，他在第一次跟他现在的先生见面的时候，他内心就有一种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的感觉。结果两个人在性格、兴趣、三观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像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说它是巧合，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前世就认识，怎么可能会跟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这么强的共振呢？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你会做一些非常离奇的梦，比如说梦到自己身处古代的战场，或者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而且从这些梦中醒来的时候，你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好像自己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我自己有段时间就频繁地梦到一个未来赛博城市的场景，在这个场景当中，天空中行驶着巨大的宇宙飞船，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一种红色的光之中。我感觉自己好像是那个世界的一个战士，在驾驶着宇宙飞船执行某种任务。这个梦特别的清晰，以至于我到现在还能够时不时地回想起来。像这样平凡且又很清晰的梦境，很有可能就是你前世的某段记忆碎片，以梦境的方式跟你建立了联系。如果你经历过以上的这些现象，或者其中的好几种，那么说明你的灵魂已经演化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去接收来自其他维度的讯息。这些看似偶然的体验，其实是前世的你，或者说你的灵魂拍了拍你，他想要告诉你，你不仅仅是现在这个看视频穿衣吃饭的你，更是一个超越多维时空的伟大的灵魂，有缘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灵魂会一次次地返回地球？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样致命的吸引力，让我们反复来玩这个人间游戏？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情字。从我们一出生开始，我们就被各种各样情感关系所包围着，我们一睁眼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舐犊情深，懵懂的青春期，第一次心动的那种悸动，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在我们步入社会之后，我们又在朋友、同事、伴侣的关系中寻找着归属感，亲情、友情、爱情，它们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情感之网，编织出属于我们的人生故事。而这种对于情的追求，恰恰是我们的灵魂一次次返回人间的底层动力。那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情一次次的回来呢？原因就在于，在任何一段情感关系中，我们总是会带着自己的期待和要求，而现实跟我们的期待之间永远都会存在着落差。这种落差就会让我们造成内心种种的遗憾，激发出我们对于情感新的渴求，于是我们会不断地返回人间去修补这些情感的缺失。佛教中把这种对于情感的追求叫做情执，正是因为有这种执着，我们才会不断地进入轮回。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亲情、友情、爱情，想要找到一个能够爱自己、理解自己、懂自己的人，但在本质上，我们所追寻的永远都不是外在的某个人，而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圆满。当你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爱你、理解你，本质上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爱自己。
照见自己，你没有看到自己内在的圆满，这个时候你就会向外投射一个你以为能够爱你、理解你的人，你以为自己在寻找一段完美的关系，但实际上你是在试图填补自己内在的空缺。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会从这个不断循环的情感游戏中毕业呢？答案就是当你不再向外索求，而是回到自己的内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外在的爱，它们其实都不来自于外在，而是你内在爱的一种投射。当你能够照见自身的圆满，这个时候你才会从这个情感游戏中毕业。到那个时候，你会活得像太阳一样，照耀万物，却从不期待任何的回报。你爱任何人，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填补你缺失的爱，而是因为你就是爱本身。那么人生剧本是注定的吗？如何改写剧本？首先，什么是人生剧本？我们每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都会设定自己的转世计划，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人生剧本。这个剧本它就涵盖了我们这一生的基本框架，比如说出身的家庭、成长的背景、重大的事件、这一生的主要任务等等。我们设定这个人生剧本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平衡某些课题。比如说，你曾经在上一世伤害了某个人，为了去平衡这种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你在这一世的剧本里就可能会给自己设置同理心、换位思考这样的课题。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上遭遇比较大的挫折，比如说遭到他人的伤害或者是背叛等等。在世俗角度看来，这些事情它都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在灵魂层面，你非常清楚这些都是你主动给自己设置的挑战，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和成长。人生剧本是注定的吗？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设定好的人生剧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按照这个人生剧本去演就可以了呢？既然剧本都已经写好了，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情，它都是注定的，我们还折腾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人生剧本它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就好像我们去排演一出戏剧，场景、人物、主题这些都是固定的，但是在台上具体要怎么演，这个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就比如说，同样是一出破产的剧情，有些人他可能就会从此一蹶不振，丧失了斗志，但是另一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会被激励东山再起。面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的信念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信念就会让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方向。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信念面对生活，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在每一个当下，只要你下定决心改变你的想法和信念，你永远都有机会改变你的生活。那么，如何识别自己的人生课题呢？通常在你反复出现的模式里，都隐藏着你的课题，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卡点。比如说，你经常容易在感情里受挫，一次次的受伤，
又比如说，你经常在金钱上入不敷出，很难存到钱。又或者说，你经常遭遇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觉得人生就是在受苦，想要识别自己的剧本和课题，就要从这些反复出现的事件里去觉察自己的应对模式。你是不是总是用一套信念去应对这些事情？这个只能自己去体会。其实真相往往很扎心，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和卡点所在，而是我们不想去改变，懒得去改，因为改变它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依着惯性这么生活，它比较容易，比较舒服一点。如果是这样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总是还会有机会再次回到这些功课和卡点上，继续去学习和体验，直到有一天我们下定决心要改变为止。如何改变人生剧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够按照计划演好自己这一世的剧本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毕竟还有很多人卡在许多功课上，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世的任务。但是如果你已经厌倦了这些重复的模式，下定决心向内探索，改写人生剧本也是有可能的。首先，你要明白，我们为自己设定人生剧本的目的，真的是为了学习和灵魂的演化，它不是一种惩罚，也不是所谓的报应，它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其次，你要明白，自己就是这场人生戏剧的总策划人，你是导演，也是编剧，也是演员。我们的人生剧本，它只不过是一种多种可能性的体现。既然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那改写剧本它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经常能够收到一些私信，有朋友会问我，为什么我的灵魂要给我设置这么多的苦难和挫折？为什么不能给我多设置一些快乐的事情？因为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我们的灵魂一直都知道自己是永恒存在的，它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无限的力量，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损伤，所以我们才敢于给自己设置这些困难和挑战去体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学习。但是你要明白的是，你不一定非要通过苦难才能学习，通过快乐你也可以照样去学习。简单来说，你之所以觉得人生充满苦难，是因为你需要这些苦难。当你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他们就会从你的生活中离开。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丰盛的生活，源源不断的财富和无穷无尽的爱环绕着我们，我们想要的一切都能够实现。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创造出如此丰盛的生活呢？答案就是无条件的爱自己。很多人一听到爱自己就会说，我知道这个不就是对自己好点吗？在自己能力允许范围内，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要时常的犒劳自己，这些都没有问题，都很好，但也是非常浅层的爱自己。如果我们想要去创造出丰盛的生活，仅凭这个程度的爱自己还远远不够。那要怎么样
才叫无条件的爱自己呢？首先，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自己身上。什么叫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你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别人对你的期许和要求。别人怎么看你？很多来做催眠的个案都会跟我描述，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势又爱抱怨的母亲。这些母亲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家庭当中非常的能付出，但同时又非常善于控制和打压。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向周围的人倾倒自己的苦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母亲过早地进入了社会要求的身份和角色当中，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感受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喜怒哀乐，就已经成为了妻子、母亲。在这样的角色之下，他们把家庭和孩子的需求放在价值排序中的首位，而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身的需要和感受被放在了最后面。长此以往的付出，他们的内心就会滋生出一种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一种对于爱的索取，它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控制、打压、抱怨。当然了，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课题，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要去探讨为什么上一代的母亲都会有这样的表现，而是想要去表达，当一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爱自己，就会要求去爱别人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他们会不满，会抱怨，会内心充满委屈，会把一种自然的爱扭曲，让自己和别人都痛苦。因为爱它的流露，它是一种满意而流的状态，你自己有很多的时候，你才能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你自身都缺爱，你还要硬给别人。我们常说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说你的焦点是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别人身上，不是在你的妈妈、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身上。在你的世界当中，你才是主角。当你真正的关注自己，你才能够倾听自己的需求，看见自己有什么样的渴望需要被满足，有什么样的情绪需要释放和表达。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你。当你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你才能够看见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无条件的爱自己的第二点就是你允许自己跟随自己的冲动和直觉去行动，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最大程度地发挥你的潜能，与宇宙协调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灵在传讯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要追随自己的热情和兴奋去行动的原因。但是一说到要追随热情和兴奋行动，很多人就会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热情和兴奋在哪。这也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你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其次就是你习惯于在一些小的冲动和兴奋上去压抑自己。比方说你突然很想去逛街，但是你就会告诉自己说逛街可能会乱花钱，还是不要去了。又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你突然很想出门转转，但是你就会告诉自己说出门还要收拾，太麻烦了，
就是你在这些小的兴奋和冲动上都习惯去压抑自己，不满足自己，那种更大的兴奋和冲动，那种能量的通道，它就是被阻塞的，它就没办法释放出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奋和热情，想要去做某些事情，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你要自己把那个能量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就是你允许自己遵从自己内心的冲动和直觉去行动，哪怕这个冲动它非常的微不足道，你也要先满足它，让自己时常能够处于被满足的快乐和喜悦当中，那这个能量的通道它就会自然的被疏通开来，更大的兴奋和冲动就会自动的找到你。第3点就是你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所有的样子。当我们说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背后隐藏的一个意思是要爱一个更好的自己。所谓更好的自己，就是一个更成功的自己，更优秀的自己，更有才华的自己，身材更完美的自己。但是你没有发现这些都是条件，当我们把这些条件都去掉之后，我们看看现在这个自己，他可能很普通，可能没有完美的身材和脸蛋，可能碌碌无为，甚至可能好吃懒做，斤斤计较。我们能不能爱这样一个真实的自己？尽管他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如果你能够做到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所有的样子，你才可以说是无条件的爱自己。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做不到，我就是很讨厌自己身上这些缺点，这些还不够完美的地方，怎么办呢？那你就想象自己已经成为了那个你理想中非常完美、非常优秀的自己了。你现在已经是那样的一个自己了。进一步的，你再想一下，你是如何成为这个非常完美的自己的呢？是不是也要通过现在这个还没有那么好的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成为的？如果你爱那个更加优秀、更加完美的自己，你是不是可以把爱分一些给现在这个还没有那么好的自己？你也不可能把现在这个自己直接扔了，一步就变成那个完美的自己了，对吗？第4点，无条件的爱自己，就是要信任高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鸡汤，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身的不满，就是源于我们对于现状的不满。在我们的头脑中，总是对于未来有一个期许和幻想，期待美好生活，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种期待变成一种对于自身的不满，从而加入很多评判在自己身上。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我们之所以还过着现在的生活，一定是有它背后必要的原因。我们的高我永远都会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它作为在天上为我们导航的 GPS， 从来就没有出错过，因为它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得多，它的视角也比我们宽广得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全然的敞开和信任它，哪怕我们的头脑还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给我们安排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剧情，
但是我们就是无条件的信任他，相信高我给我们安排的一定就是最好的，而且是符合我们最大利益的。这份绝对的信任就是高我跟我们之间的连通器，它会让高我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能够顺畅无阻地传递过来。最后，无条件的爱自己的核心其实就是认识到我们的内在本身就是本自具足的，我们就是爱和丰盛本身，一切的方法和途径都不过是让我们去认识和感受到这一点，去看见和连接我们内在的圆满。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没有任何的匮乏感，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条件的爱自己。那么我们就会自然地拥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丰盛的心态。当我们拥有这种丰盛的心态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就会轻松自然地去创造出所有的丰盛。我们的高我其实每时每刻都跟我们在一起，只不过大部分时候它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被我们头脑的声音所掩盖住。如果我们想要稳定地接收来自高我的信息，就需要将它传递信息的通道给疏通开来。具体要怎么做呢？就是倾听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在的直觉和冲动去行动。因为我们内在的每一个冲动和直觉都是来自高我的信息，都是他跟我们联系的方式。我们越是这么去做的时候，这条传递信息的通道就会越来越顺畅，高我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会越来越清晰。如何稳定链接高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首先就是对于冲动的理解，我们在这里说的冲动，不单是指那种要去做一番伟大事业，或者是要去下某个重大决定的那种冲动，你生活当中非常小的冲动也算在内。比如说你想去买一件新的衣服，想去换一个新的发型，或者是想去某个地方旅行，这些它都算作是你的冲动。在这些小的冲动和愿望上先去满足它们，让自己能够时常处于这种被满足的快乐和喜悦当中。慢慢的，你内心那种更大的直觉和冲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其次，很多人会问，我要怎么去区分到底哪一个是小我的冲动，哪一个是高我的冲动？其实刚开始我们去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是没有必要去刻意区分这两者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小我的冲动还是高我的冲动，它们都是需要去被重视和满足的，并不是说小我的冲动它就是不好的，是不值得被满足的。小我和高我，它们本身不是对立的，它们是一体两面，所以不用刻意的去区分到底哪个是小我的冲动，哪个是高我的冲动。只要你内心有某种冲动，你就先去满足它，去行动。慢慢的，你自己就会非常清楚哪些是高我传递给你的信息。第三点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如果自己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满足冲动，会不会就因此错过了来自高我的指引？这个担心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是那种非常重要的信息，高我会一次又一次的用不同的方式提醒到你，
不管是以你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的方式，这些重要的信息你都不可能会错过，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因为没有满足某些冲动，就错过了来自高我的指引。要知道，高我的智慧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的，重要的提示它总是会想到合适的方式去提醒你。最后一点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如果跟随冲动行动，会不会出错，会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因为如果跟随冲动去做决定，那个决定有时候看起来非常的不合理。比如说，想要辞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想要离开居住了很久的地方，头脑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会产生很多的恐惧和担忧。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要全然的信任你的高，相信你跟随内心的直觉和冲动去做的每一个决定，它都是完美的。然后不再问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无法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高我的逻辑。你想想，我们怎么可能用三维的头脑去理解四维甚至更高维度的运作逻辑呢？我们甚至连自己这个身体怎么去运作的都还没有搞清楚。既然我们搞不清楚，那就选择相信我们跟随内在的指引去做的行动，它都是完美的，都是正确的。不管周围有什么声音，我们内心就是有这份笃定感。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生活中会出现很多的惊喜和意外，那些事情是我们用头脑完全无法想象的。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拍着大腿赞叹高我的智慧和奇妙，深深地被它折服，随心而活，进入全然的喜悦当中。当我们能够全然地跟随内心的直觉和冲动去生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担忧和恐惧，我们就会更加信任这个世界，相信我们的确是如赛斯所说的，安全地仰卧于一切万有的环抱之中。我们会看见，我们与这个世界并不是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创造者与被创造物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真的会理解为什么赛斯说生命是一份恩宠，一场庆祝。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尽情体验这场灵魂的旅程。愿你玩得自在，活得欢喜。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